今天我要用杏鲍菇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要来分享我怀念很久的食物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一定都知道我要来分享马来西亚美食了，对不对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a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杏鲍菇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2朵鲜香菇，把鲜香菇的角切下来，这里切片。 这里也切片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鲜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一条杏鲍菇，头尾最好选一样宽的，把它切成厚片。 在里面挖一个洞，我要把它做成很像花枝，就是手动。像这样子，把杏鲍菇放入盘中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就是马来西亚的福建面 Hokkien Mee。 那做这个福建面之前呢，要先来准备高汤。那我就是用冰箱剩有的一些食材来熬煮高汤，像有苹果啊、红萝卜啊、白萝卜，还有这大头菜是刚刚才去买的，这样子给它一起加进来一起熬。那之前呢，你可以看我之前分享过的影片，也有另外一些食材熬高汤的影片，所以高汤没有一定要什么食材。 就是抓冰箱里面有的一些根茎类的，放进来一起熬一些高汤就可以了。这颗台湾叫做大头菜，我是来到台湾才认识这个菜的。马来西亚没有看过有这个大头菜，然后很多人是用它拿来煮汤，还有切薄片来腌成凉拌菜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些食材处理一下，来煮高汤。这颗大头菜台币卖20元，先把它去头去尾。 把大头菜削皮，把大头菜对半切，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好切。不漂亮的地方修掉。把大头菜切片，这样子味道比较可以出来。 把大头菜放进锅子里，准备半条白萝卜，把头去掉，把白萝卜的皮削掉，把白萝卜切片，把白萝卜放入锅里面，把红萝卜的头去掉，准备大概半条。 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切片。讲到福建面啊，大家应该就会联想到中国大陆，会不会以为就是中国大陆的美食呢？其实不是哦，它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必吃的美食。 我在网络上找到文献记载，是来自中国福建泉州安溪的汪金莲女士。她在1927年移民到马来西亚，在吉隆坡的赤场街呢附近就开设了一间卖面的为主的一间摊位，这样子以汤面类为主。后来呢，为了适应当地天气很热啊，然后大家喜欢吃重口味这些料理，所以他就研发出这种很黑的面，因为福建面是很黑的。 因为这个很黑的面呢，开始受到大家的好评，别人就问他啦，这是什么面？然后他就想到，哎，自己是福建人，那就叫它福建面哦。所以福建面就是这样子的由来。把红萝卜放入锅里面，准备一颗苹果，把苹果削皮。
我因为常常跟大家用影片分享料理的缘故，开始去在食材上呢做一些研究，比如像什么菜如何挑选，什么东西要如何保存，去找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这样我也获益不浅，谢谢大家，因为这样让我知道了这些知识。大家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交流，我很喜欢这种互相学习的感觉。这次为了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黑酱油，我也做了一些功课。但是网络上的资料很少，我就凭自己的口味，还有18岁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饮食习惯经验来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有什么讲错了，或是没有提到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黑酱油啊，在东南亚国家很常出现，用来做料理，像是做干捞面啊，会放一点黑酱油，给它有颜色。卤啊、焖啊，像焖素食的崩带鸡啊，素食崩带其实就是焖马铃薯、香菇。那素海南鸡饭啊，或是肉骨茶的蘸酱，也会加一点黑酱油，然后加点新鲜辣椒，这样子当蘸酱。那或者是炒面啊、炒粿条、炒米粉啊、炒滑蛋盒啊，或是像今天我要分享的马来西亚福建面，都会用到黑酱油。它的味道呢，吃起来不咸，但是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糖味、焦香的味道，但是又不是甜甜的那种味道。它的味道不咸，就是带一点焦糖的味道，但又不是到甜甜的那种味道，是一种微微的烧焦味。我呢有听一些嫁来台湾的妈妈朋友说，台湾酱油和马来西亚酱油很不一样。她说马来西亚的酱油呢，在不同的牌子有不同的味道。有的呢会咸中带点甜，做新鲜辣椒切一切，然后配这种酱油呢是资深的绝配。但呢我没有去研究每一种品牌酱油的风味，因为呢我都去找那个成分没有含酒精的酱油。像我家附近的全联呢，我每一支酱油都给他看过，都没有一支是不含酒精的，全部都是有含酒精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呢可以去找找看有什么是素食的酱油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有哪些酱油是不含酒精的。那像大间的家乐福呢，就有卖酱油是不含酒精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也会去杂货店买。那我买的牌子呢是丸装的酱油，因为它的后面呢是没有写有酒精的。那大家买的时候也要看一下成分哦，因为有些它的不同的包装就会有写，因为是不同的口味。那有些有机店呢也是有卖这种没有酒精的酱油，但是价格上就是比较贵一点，所以呢就看自己啦，因为1分钱1分货。把苹果对半切，把苹果的心去掉。把苹果放进锅里面，先来熬煮高汤，大概放入3000 CC 的过滤水。盖过食材之后啊，还要再多一点，所以我喜欢用这种大锅子煮，一次就煮一大锅。盖上盖子让它煮滚，等下再关小火。高汤已经滚了，现在把它转小火，熬煮1小时。再盖上盖子，我不会盖全密。这样子一点点打开，准备5条玉米笋。这玉米笋我买台币1条2元。刚刚讲到马来西亚福建面，就这样从王金莲女士一直流传下来，慢慢的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呢每一个州去。像我住马六甲也有福建面哦。而我每次一回到马来西亚呢，爸妈就会带我去吃咖啡店的炒粉。炒粉就是炒面啊、炒粿条啊、炒米粉这些都叫做炒粉。那里呢就有炒素食的福建面。讲到咖啡店啊，来跟大家讲讲马来西亚的咖啡店跟台湾的咖啡店呢是不一样的，不像台湾的那种单体啊或是路易莎那一种。当然马来西亚也有像台湾那种的咖啡店，我们就会叫 cafe。那马来西亚呢讲的咖啡店呢，就是呢它有一间店面，那个店面里面呢它就有很多档，那每一档卖的东西都不一样。然后呢这个店面呢后面呢就会有一个专门卖咖啡和茶的。不只是卖咖啡和茶哦，它还有卖很多饮料的，比如说像薏米水啊、金桔柠檬啊、中国茶、凉茶、菊花茶、Kopi O、Teh Ice Milo 等等。啊，讲到这里呢，突然好怀念起来哦，好想赶快飞回去吃哦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来剥我们的这个玉米笋。
玉米笋剥完皮洗干净了，现在来切，把它斜切成片。这里比较不漂亮，就不要了。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准备一把油菜，把它切成小段状。油菜在马来西亚叫做菜心，我们家因为很喜欢吃青菜，所以直接一大把放进来。把油菜放入盘中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油面。这是我在台湾的传统市场买的。我去面摊买面的时候呢，他有卖水饺皮，有卖馄饨皮，有卖拉面那一些。那我跟他说我要油面，他就问我要比较黄的油面还是白的油面。那我就叫他给我看看，那这是白的油面。他说白的油面就是没有放苏打，还是苏打比较少，我听忘记了。就是后来我就选了白的油面，那我就想到很像马来西亚的那个粗粗的，因为煮福建面叫粗粗的黄面。那这里没有，我就用这个台湾的油面来取代，它是细的，它没有粗的。然后就很像那个马来西亚的黄面，有的是分有碱水的，有的是没有碱水的这样子。我猜这种白的应该就是像马来西亚讲的没有碱水这样。我熬1小时了，可以了，关火，开火热锅，锅烧热了，放入油，差不多1汤匙的油，把菇类放进来炒香。菇类有稍微炒软了，表面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玉米笋，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高汤，高汤放进来，现在放入油面，高汤要盖过面，再来一点。高汤的部分差不多盖到面的9分满，不要全部都盖到完。那现在可以来调味了，放入5汤匙的黑酱油。这黑酱油就是我刚刚讲的马来西亚黑酱油。今天的面比较多，所以我放5汤匙。它就是这样子浓稠的状态，然后是黑黑的。3汤匙的酱油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玫瑰盐1/4茶匙，赶快拌炒，从锅子边缘往内推，刚刚试了一下味道不够咸，可以再来做调整，再加大约3汤匙的酱油。再来是1/4茶匙的玫瑰盐，把调味料拌匀，把它煮至大滚，等一下要来焖。已经大滚了，锅边有冒泡了，现在可以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焖大约5分钟。打开来再翻拌一下，再往内推。再盖上盖子焖，让它的汁再收干一点。我又再焖煮了5分钟左右，哇，好香哦！咕噜咕噜的，你们看汤汁有比较变粘稠了，有比较收干了，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可以了。刚刚的酱汁比较稀一点，现在比较浓稠了。现在我们放入青菜。青菜因为我喜欢翠绿的口感，所以我最后才会放下来。青菜再把它煮软，像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关火起锅，
终于可以开动了，赶快来吃看这个怀念很久的福建面。好吃。吃福建面真要配这个辣椒，这个辣椒是新鲜辣椒，然后加酱油，而且我买小辣椒，是很辣的那一种。好好吃哦！现在都不能飞回去，自己煮来吃，超美味的。巴拉爸说很像台湾的大卤面，可能台湾也有这种食物。那没有黑酱油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虾皮找找看，或是一些印尼店。你可以在虾皮搜寻马来西亚黑酱油，就有这个调味料，就可以做出这个马来西亚的美食了。我们看这个杏鲍菇，我做成很像烧冻，就是花枝。很香，因为有炒过，太好吃了。美味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集见哦，拜拜！继续吃。好吃。